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总道主。北京冬奥会大家都看了吗？可能大家都很关心冬奥会的运动员们都吃些什么呢？在北京冬奥会菜单中公布的670道美食当中，其中有一道宫保鸡丁也是我们的传统名菜。今天我们就来复刻这一道冬奥美食宫保鸡丁，它的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相信大家一看就会。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块鸡松脯肉，要是家里条件好一点点的，可以选用鸡腿肉，口感更好。最好将它放置冰箱，稍微的冻一下，这样子更好切。接下来我们用平刀法将鸡松肉片成厚厚的薄片，一般情况下片成2片就可以了。如果是比较厚的话，最好是片成3片。片好后再切成粗细均匀的长条，然后再将它码放整齐，改刀切成大小均匀的鸡丁，将它稍微的切小一点，像我视频中大小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在腌制的时候能够很好的入味。另外在炒制的时候成熟也比较快。全部切好了之后，先给它装入一个大盘中，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给鸡丁解冻的同时，还可以去除里面残留的一些血水还有腥气味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些许的黄瓜还有胡萝卜，这个是增加宫保鸡丁的一个口感，吃起来清脆爽口一点，同样起到搭配颜色、丰富口感还有营养。将胡萝卜改刀切成厚片，然后改刀切成条，最后将胡萝卜改刀切成丁，这个大小跟花生米差不多的大小就可以了。最后切好之后，给它装进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将黄瓜从中间切开，然后再将它一分为4，里面的黄瓜囊一定要给它去掉，因为它的水分比较大，炒出来会影响宫保鸡丁的口感。然后同样的将它切成胡萝卜一样的小丁，将它改刀切成小丁后，同样先给它装起备用。再准备1根不要钱的大葱，将它清洗干净，然后同样的将它切成大小均匀的葱段，切好后装起来备用。接下来切一点小料，老姜适量，改刀切成姜片。去皮大蒜2颗，同样的将它切成蒜片。切好之后装进碗中。因为这道菜是麻辣口的，所以我们准备少许的花椒，但是不爱吃的话可以不放。然后再准备适量的干辣椒，将它剪成小段，然后放开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把浸泡化开的鸡丁稍微的将它清洗一下，然后捞出挤干水分。接下来开始腌制，加入少许的食盐，还有少许的胡椒粉去腥提味，料酒稍微的多一点点，同样起到去腥的效果，还有少许的老抽上颜色，然后用我们的右手将它不停的捉拌均匀，把调味料给它充分的捉拌进去，将它搅拌至颜色黄亮，看不到汁水，鸡丁的表面起粘性起胶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加入适量的淀粉，增加鸡松肉鲜嫩的口感，然后继续的将它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鸡松肉都包裹着淀粉，从而锁住水分。像这样腌出来的鸡松肉，吃起来的口感就非常的鲜嫩，吃起来一点都不会发柴发硬。将它抓拌均匀之后，再放入少许的色拉油，这样防止炒制的时候粘连。接下来我们调一个碗汁，碗中加入半勺盐，还有适量的胡椒粉，再给它来上些许的料酒，还有3勺的白糖，再来上1茶匙的生抽，还有适量的老抽上颜色，最后来上大概2茶匙的陈醋，还有适量的土豆淀粉，最后来上1汤勺的清水，然后把所有的调味料给它搅拌均匀，给它充分的和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
将它放开一边备用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。首先我们热锅下油，然后把我们刚刚腌制好的鸡丁给它下锅，用中火将鸡胸肉翻炒一下。要是在酒店里的话，一般的厨师都会将它滑油，但是在家庭操作的话，咱们就不滑油了。像我这样子，给它先煸炒一下，将这个鸡丁煸炒断生，然后将它盛出来备用。接下来我们重新起锅，下适量的色拉油，然后把花椒还有干辣椒给它搞里头，用小火煸炒香。要是不爱吃麻的，可以少放或者是不放。然后再加1勺的麻辣酱，继续小火煸炒一下，将它炒出红油。炒至辣椒变色，接着下姜蒜一起煸炒，炒出香味。接下来把煸炒过的鸡丁给它加进来，然后用锅铲将它翻炒均匀。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，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那就帮小老弟点个赞呗，真心的感谢您了。然后再把胡萝卜丁给它加进来，青瓜丁因为是生吃都可以的，我们就稍后再放。然后继续的开中火将它翻炒几下。接下来把提前兑好的料汁给它倒进来，还有把我们的葱段还有青瓜丁给它加进来。这个时候把火稍微的开大一点点，然后快速的翻炒均匀。最后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几下，炒出锅气，炒出香味。出锅前我们把炸过的花生米给它加进来，在这里一定要注意，花生米一定要最后放，不然炒制的时间过长，花生米就变得不够酥脆了。炸过的花生米下锅之后，再给它稍微的翻炒几下。出锅前来上些许的尾油，然后再给它翻炒均匀，即可出锅。哇塞，看着就非常的下饭，超级的有食欲。好了，今天这一道香喷喷的宫保鸡丁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这样的颜色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，而且这样的搭配吃起来的口感特别的丰富，尤其是怕胖的朋友，这道菜可以经常的吃，而且非常的下饭。它的口感甜酸微辣，老少咸宜，超级的下饭又下酒。喜欢这道菜的可以收藏起来，有空的时候给家里人试做一下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可以双击评论、收藏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